是中美洲瓜地马拉，一个被火山所造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数能够亲眼看到火山爆发的地方。而这次原堂要挑战的是其中最震撼的一座 Mount Fuego。Fuego 在西班牙文里就是火的意思，它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剧烈喷发。白天你可以看见烟柱与火山灰冲上云端，夜里你能看见熔岩与火光从地底深处被抛向黑暗。但要近距离看见它，不是搭车到山脚下就可以，我们必须先爬上它隔壁的阿卡迪南狗火山，海拔3976公尺，比台湾玉山还要高。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登山，这是一场靠近地球心跳的火山任务。世界上有多少地方能让你亲眼看见一座火山不断喷发？这一次，我带着刚高中毕业的妹妹，也带着 Amazfit T-Rex 家族来完成这场火山任务。这趟路到底会有多难？妹妹能不能完成她的毕业挑战？而我们又会在这座燃烧的山面前遇见什么样的故事呢？跟着原堂会哪里？一起 Into the Unknown 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原堂。这一次久违的海外登山系列回来了。为了亲眼见证一座正在不断喷发的活火山，我来到了中美洲的瓜地马拉。而这次与我同行的是我刚高中毕业的妹妹。我先飞去纽约参加完她的毕业典礼后，就一起杀来中美洲的瓜地马拉。对台湾旅人来说，瓜地马拉旅游路径相对简单，持中华民国护照就可以免签入境。一下飞机，我们先来到 Antigua， 这里是瓜地马拉最著名的古都之一，也是许多旅人前往阿卡迪南狗火山前的起点。石板路、老教堂、殖民时代的建筑，让这座城市像被时间冻结了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火山脚下。早上7点半，我们从 hostel 走去集合点。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什么 Antigua。原本 Antigua 最经典的 San Catalina 拱门后方应该可以看到巨大的火山，但今天只剩一片白墙，天气看起来非常不妙。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搭上接驳车，前往阿卡迪南狗登山口，开始这场靠近地球心跳的火山任务。应该是那台车。然后我们会到火山脚下，在呢这个城市的海拔大概1000多，所以呢我们要差不多开到2000多的地方爬，然后爬1000上火山，海拔大概3900多，将近跟玉山差不多高，所以呢非常高，而且是瓜地马拉第3高峰，我们期待一下。Go！这次行程加上我跟妹妹，总共6个人，我们是报名当地的 tour。到了登山口之后，向导先在屋子里跟大家说明这次攀登的注意事项。这里也是最后可以租装备的地方。各位，我们要出发了。他们这个登山口出发的地方真的极度简陋。然后我们做一个登山杖的雨衣。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时间是9点40分，正式从这个山下的小镇开始起登了，然后我们这一团好像6个人吧，从海拔2600抵达大概3600的基地营，然后呢隔天去看火山，完全在白墙，但是现在开始有一点蓝天了，现在开始停雨了 ，nice。OK， 出发。为了准备这次火山之旅，我特别带上了最近的战友 Amazfit T-Rex 家族，并且换上最新的 T-Rex Ultra 2，并送了妹妹全新 T-Rex 3 Pro 44mm 表镜的款式作为她的毕业礼物。我也把 Amazfit T-Rex 家族全部检查一次，电量100%，路线先载好，运动模式准备好。这趟我想测的不是它在城市里有多方便，而是当我们进入没有稳定讯号、低温、高海拔，还下着雨的火山环境里，它到底能不能真的成为一件可靠的户外装备？早上9点43，正式从登山口起登，地板呢都是这种火山碎石，有没有？标准的火山碎石。哥哥加油！
太久没爬山的我，果然还是小觑了阿卡迪南沟火山的难度。从一开始就是陡上不间断的上坡路，天气阴，空气湿，地面有点滑，背上的重量也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存在感。像亚洲人脚下。才爬没多久，我就明显感受到我的体能早就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刚刚有一个亚洲软脚虾在后面就，我们现在2600公尺，我现在心肺现在迅速下场1300，nice。我这次上山呢，我自己带了这个 T-Rex Ultra 2，所以它的表面非常的大。然后呢，我在上山的时候，我就预先载了地图，我可以从里面我的路线里面，我直接输入了这个阿卡塔南斗的路线图，所以我其实不用向导，我也可以在上面显示我的路线，超赞的。美眉带的这台是 T-Rex 3 Pro， 然后小表镜，44寸的表镜，目前戴起来感觉如何？很轻就没感觉，然后可以随时看我自己的心率啊，走了多久啊，这样。对。OK， 他说这边是沿路上其实很多小店，但越上面会越贵。对，然后这边就是休息一下。这是唯一剩下的正常的厕所。对，接下来上去就不正常。这整条路啊，我们会穿越非常多的地貌带。我们会先从热带雨林气候一路这样子上升上去。我们现在正在陡上，这个超难走，后面整个是陡的。那个亚洲废物，亚洲软脚虾快不行，可是他哥哥背了很多东西。刚刚有听向导他说，这里全部都是玉米。对，他们的主食就是玉米做的所有东西嘛。他们说每30到45分钟就会有个 stop， 所以大家就是走自己的速度就好。有没有？这就跟林加尼亚那些火山一样，都是火山路。沿路上我们经过了大片玉米田，在瓜地马拉，火山不只是危险，它也塑造了土地。火山灰会让土壤变得肥沃，也让人们在这些看似不稳定的山坡上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接着，林相开始变得茂密，植物长得又高又湿，空气里是热带雨林的味道。再往上，地面开始出现更多黑色火山碎尸，这是火山留在路上的痕迹，每一脚踏下去都像是踩着这座山过去喷发后留下的记忆。这是有背弓的，他们都可以背这些。没关系，我们是自立自强，自己用自己的双腿。哇，热带丛林，热带雨林。我们走一个超级丛林小径。为什么走这条路？向导看我们这一团实力蛮好，但我们走超捷径。我们已经上升400公尺，然后他给我们装了这个袋子，好像是代表你有申请入山。等一下去 base camp 好像3600，加油 ，keep going。现在2800。我现在也是2800。比起其他人的轻装，体能下降又背了一堆摄影器材的我，从相机、镜头、空拍机、电池，再加上我跟妹妹的水跟食物，我很快就发现，如果照着别人的速度走，今天一定会提早爆掉。所以我开始一直看着自己的心率。对我来说，携带 Amazfit 这种智慧手表，不是只是拿来炫耀数字的，在实用场景下，它能让我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提醒我不要被别人的速度带走，提醒我现在该慢就慢，该停就停。请问我们老胖虎是作何感想？累死了，我妹好强，她完全没有炸掉。老胖虎，中年已无力。中年应该要找人家帮忙。对。哇，巨大的丛林。导游在介绍那个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就说，等下再往上爬的话，就只剩针叶林。再度出发。各位，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
海拔3000了。啊，又到一个休息点，还有好长要爬。现在3100，还有500。他说在一半的地方有屋檐可以吃东西。10 minutes, let's go。12点刚好。我来吃午餐了，很丰盛。对啊，可以。哎，还有酱哎。太可爱了！再次。等一下。How old? 他说他手很他刚刚直接倒在我这边。看他的午餐是饭、肉、菜。你看，他使用撒娇绝技。他撒娇绝技耶！撒娇绝技。那是我们选的团，一个人大概90美金，在当地火山团里算是相对便宜，但评价很好 ，CP 值蛮高的。午餐跟晚餐基本上都是向导准备好，但需要我们自己背上山。观众，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我的手表，然后我现在是用这个导航模式，所以它会告诉你大概几百公尺要右转，然后也会全记录。所以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迷路了，但是我来都有轨迹，所以我只要照着轨迹回去就可以。所以这也是我认为，Amazfit 它非常棒，适合在爬山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次就靠它了。各位，我们直接躲过最大的雨，那一波躲完之后，然后现在就停雨了。现在雨就变小了，太阳快出来了，它就一阵一阵阵。午餐之后，我们继续前进，坡度总算开始有陡有缓。相较于前半段几乎只有上坡，这里至少多了一点点可以喘息的路。但对已经爬升超过500公尺的我来说，那一点点平路已经像是山给人的慈悲。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从个行程的一半，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瓜地马拉的雨季，所以真的是一直在下雨。然而雨越下越大，我跟妹妹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总算穿越了最难的上坡区。我刚刚脚已经快抽筋了，好尴尬。现在海拔3300了，然后植物已经变成这种高海拔植物。哦 ，Oh my god！ 耶，各位，我又复活。老胖虎一直走出我们现在走现在3400，我们剩200就会到 base camp。接下来路几乎都是平坦的，微微起伏，海拔徘徊在3200公尺左右，逐步上升。眼前浓厚的水汽让我们一度怀疑是否能看到火山的真面目。其实这边如果没有云的时候，应该是展望非常好的地方，但如今我们只能祈祷着它，当我们抵达的时候可以云开雾散。各位，你看，我走最慢，但我不用怕，因为我导入地图之后 ，Ultra 2直接会告诉我前面要右转，完全的导航。到了小山屋，可以休息了。啊，这是烧垃圾的。各位，我们现在大白墙，据说呢，再走30几分钟就会到我们的 base camp， 再上升100，我们就会到了。你看，随时做记录。秒距离0.9。大家，我们快到营地了，耶耶耶！ Excellent job. 耶 Well done. You got it. 耶！费尽千辛万苦，总耗时大概5个半小时，我们抵达了基地营。时间甚至还不到下午3点半。照理来说，这里应该是整趟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基地营正面对着Fuego火山。你只要坐在山屋前，就有机会看见它喷发。当我们到的时候，眼前什么都没有，只有雨，只有雾，只有一片白到让人怀疑人生的云。这种感觉有点残酷。And maybe take 30 minutes there. We need wait for the good view, but with this weather it's difficult.
接着向导跟我们说，如果想要 extra hike， 可以加钱走到更靠近 Fuego 的地方，来回大概3个半小时。原本妹妹其实是想要挑战的，但按照此时的天气情况，向导并不建议。From here, we can see the fire volcano too. It's in front us. Okay, it's good to know because we continue missing. That's my next question. We can see. Okay, it's over there. Okay. Now. I'll take a picture. Yeah. Yeah, but We should draw it by ourselves. 结束舍地，共爬了7.26公里，5小时多。哇，他建议我完全修复要72小时。我们住的小山屋是铁皮搭起来的三角形结构，一间大概可以睡4个人，我们6个人就3个分开睡。因为我妹说这个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就比较简陋这样。哦，然后原本这边就可以看到火山，而且刚刚已经有听到火山爆发的声音，可是完全看不到，因为整个都在下雨。我现在还懒得出去。Yeah，thank you。我没有裤子。帮我拿一下。Yeah, coffee。因为白墙，所以我们只好躲在山屋中休息。正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款手表很棒，也很实用的手电筒功能。那因为我妹戴的是 T-Rex 3 Pro， 然后我是 Ultra 2， 这2个都是特别有设计这个手电筒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就会非常方便。找到我！就在我们休息嬉笑之后，下午5点左右，外面的人把我们叫出来，云雾忽然散开，就像有人把舞台的布幕拉起来，福威沟火山完完整整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此刻我们的心情超级激动。各位观众，火山出来了！哇，那个云快要淹上去。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其实还在下雨，可是就是等到一波这个火山出现的一个画面。于是我立刻拿出空拍机，想试着飞近一点。疯狂 crazy！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火山爆发，太兴奋了。它离我们大概2-3公里远，随着日落，天色已渐暗。我原本还在想，有点太暗，可能拍不好，也可能不够电量，等到火山爆发，然后 Fuego 就大爆发了。火山口把岩浆和火光往上抛，我透过空拍机的画面，近距离看见一座活火山正在喷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就算现在原地下山，这趟也值了。原来这就是火山爆发。此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漂亮的自然奇观，它是一座真正还活着的火山。Fuego 在西班牙文里就是火的意思。火之火山，海拔约3763公尺，是一座层层火山，也就是由熔岩、火山灰与碎屑一次又一次堆叠出来的巨大山体。它就站在中美洲火山湖上，在我们看不到的下方，板块彼此推挤、隐没、融融，岩浆沿着地壳的缝隙往上走，最后变成我们眼前这一声巨响，变成黑夜里的火光，变成一座山，把地球的心跳抛向天空。太兴奋了，这边一直疯狂连续爆发，哇，又爆了，又爆了，疯狂爆发！看到火山的感觉如何？哦，我觉得超级惊艳，而且特别是我们爬了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大景，全部都是大白墙，然后突然间看到火山喷发，就非常的 grateful, I guess 。哇，圆梦之旅！大家觉得早上爬的那个4个小时都值得了。哇，这远远他们那个灯好亮，有一群小队再回来了，死命的冲过去夜攀，有够强。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户外吃着晚餐，边看着眼前不断喷发的火山。Guys, another one. Oh my god, I can't see it.
吃饱后，向导甚至准备了萤火以及烤棉花糖，我们就这样边烤边看。基本上隔一下就会有一个大爆发，直到我们去睡觉，你都依然会听到外面巨大的火山爆发声响。哦，哇，big one。哇，超大的！不过真正的挑战还没有结束，因为明天凌晨我们要攻顶阿卡迪南沟火山，海拔3976公尺，瓜地马拉的第3高峰，比玉山还要高。希望明天我还走得上去。OK， 各位，我们现在要起灯了，时间是4点，准备起灯，然后火山一直在爆发。The breakfast for you, and when you back here, okay? All right, there we go, guys. Follow Oscar.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4点，现在海拔3669，我们准备要起灯了。等一下我们要爬到3900多的第3高峰 ，Let's go。攻顶这段路从一开始就是火山碎石，不过身为火山之王，我对这种地形也算是有一点经验。前一天的雨反而让这段路好走了不少，潮湿的水分让火山砂石变得比较结实，不会每踩一步就往下滑很多。但好走不代表不累，因为这里已经接近4000公尺。我一路看着手表上的心率跟路线，确认自己不要冲太快，也知道距离山顶大概有多少。我想这就是带着 Amazfit 手表的最大好处吧。凌晨的路很特别，你可以看到山下城市的灯火。火山一直在后面爆发。各位，现在爬到海拔3700了，下面有超多人。各位，我们要走到那边。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爬了将近38分钟，现在海拔3890，快要3900了。然后我们现在路边休息一下，向导大概爬一下就让我们休息，所以还 OK。对，只是感觉我血氧真的太低了，就要有吸气跟没吸气一样。对，因为我刚刚测了血氧，用手表测了，只有83% 而已。就是有一点偏低。对，所以你会越来越累。对啊。对。可是身体还可以。80几还可以，如果70就有危险。然后90的话还 OK。我昨天在3600测是90几，所以还行。各位，我们现在海拔3945，你知道才在几公尺你就超过玉山最高的马可欣，在5分钟就到上面了。好的。因为它是3970几，我们玉山3952。来，我录你，热心看镜头。Last 5 minutes, come on, go. Yeah, let's go. 大家，我闪密了，现在还很黑，3966登顶了，这就是阿卡迪南沟的火山口，上面才是最高点。用时多久呢？来看一下，55分钟，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走上来了，算是蛮强的，所以我们来得及看日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瓜地马拉的 view， 日出准备出来了，然后那边有一个火山，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Fuego火山。各位，我们抵达最高点了，耶！我给背景给大家看一下，走过去，日出还没出来我们就到了，耶！最终，我们成功赶在日出前抵达山顶。阿卡迪南沟海拔3976公尺，瓜地马拉的第3高峰。风很冷，空气很薄，但当天光从云层后面慢慢亮起，眼前的一切突然大到让人忘记自己有多累。我们站在巨大的火山口边，看着远方的Fuego仍然安静地吐着烟。昨天夜里，它用火光告诉我们地球还活着。今天清晨，它用烟柱提醒我们真的来到了这里。这是我继富士山、阿贡火山、若莫伊珍、林贾尼之后爬上的第6座海外火山。
但对妹妹来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座火山。我和她站在山顶，心里真的很替她骄傲。1976，阿卡迪南狗的山顶看日出，因为她不是搭车来看风景，她是用自己的双脚穿过大雨、云雾、高海拔和碎石坡，一步一步走上来的。高中毕业后，能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一场真正属于自己的挑战，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登山总是能教会我们很多事情，它教我们路很长的时候不要一直看着终点，它教我们累的时候可以慢，但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它也教我们最美的风景，它不会自己送到你面前，你必须亲自走过一段辛苦的路，才有资格安静地站在它面前。我们没有征服这座山，我们只是很幸运地靠近了它，也在这个清晨看见了火山，看见了日出，也看见了自己原来可以走得比想象中还要遥远。现在这边有日出，旁边火山在爆发，很忙，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哇！然后下面有云海，大井之子出现了。快点，然后现在好飞快，超级巨大的啊，巨大的美丽耶！哇，然后山的倒影在那边，大家有看到吗？哇，然后Fuego火山在那边喷发，呜呼！火山之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巨大的火山口，这周边超多山的啊！哇，白天有够美的，然后旁边是日出，天堂的感觉。然后后面是那个Fuego，是我觉得早上Fuego没有喷发这么大，晚上喷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阿卡提南狗的这个火山的这边呢，它超级大。那应该是它的口，对不对？对啊，是以前的口。哇，然后远处都是群山缭绕。好美。靠，那边哦，阿卡提南狗的三角形，这个很难拍到。什么三角形？这个啊，山的倒影。去拍快点。不是，就现在你没看到三角形。对啊，你拍快点，我手好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上坡之路。呜呜呜呜！太嗨了！哇，大井晴南，各位观众，你们知道现在海拔是多少吗？3950，完全跟玉山一样高。然后现在整个日出都出来，真不敢相信耶！我们昨天晚上在安提瓜的时候是大阴天，就是从下面山下是看不到上面的。然后我们就想说，整个冒雨，在雨季哦，爬这个叫什么？阿卡迪南狗。阿卡提南狗，我们要爬阿卡提南狗，我们想说雨季来赌运气，我跟我妹大井之子再度的用人品证明了一切。昨天晚上就看到火山，今天早上看来又火山又云海又阿卡提南狗，太兴奋，我真的太兴奋，此刻无法用言语诉说我的感动跟我的兴奋之情。我甚至向导叫我们Eagle Team要走，我直接抛弃他不理他，在这边讲话。好，我们现在赶快下去，因为他在那个 base camp 有帮我们准备早餐，然后我们就一路下山。但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旅行，然后也很感谢呢，就是这一次呢带上这个 Amazfit 的这个 T-Rex， 然后我是 Ultra 2系列，然后我妹带的是 T-Rex 3 Pro 的44表径的系列，我们成功的让我们能顺利的登上这个山顶，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赶快下山，在下山的路上，因为昨天太多下雨了，所以趁现在好天气，我要好好呈现大家这里的地形。OK， 各位，我跟你讲，因为呢，我算是，我觉得我算得上火山大王，因为我爬过的火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从第一座火山富士山。然后呢，再到林甲尼啊、波尔莫伊珍啊，各种火山我都爬过。但我必须说，火山标准的地形呢，就是这些碎石路。然后它一般来说你走会非常滑，就是走一步会滑2步。可是呢，因为昨天的大雨，所以现在呢，它现在变得非常的 solid。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走的这个火山碎石路，就这样，能想象吗？上来的时候你大概就是走一步滑一步，哇！然后你看前面，哇，云海，然后那边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峦。各位，这里就是瓜地马拉。
下山的路给了我们昨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的大景，举目所及都是壮丽的景色。原来昨天那些被云雾藏起来的绝世美景一直都在。我们就这样一路伴随着火山美景狂奔下山。Fuego 又在爆炸，哇！这里可以看到 Fuego。我们抵达我们的山屋了，回来了。看还在喘气，下面是大云海，旁边是 Fuego 火山，然后大家在吃早餐了。回到山屋，早餐已经等着我们。我们吃着早餐，继续欣赏着眼前的 Fuego 火山。接着，我们才依依不舍地下山。各位，我们要走了。哇，那边有个 volcano。好，下山 ，Let's go。昨天什么都看不到的风景，今日都成为了满满的云海大景。这趟阿卡迪南狗火山任务 Amazfit 算是真的陪我们撑完了整趟，从 GPS 路线、海拔、心率记录到凌晨攻顶时 T-Rex 3 Pro 的实体 LED 手电筒真的派上用场。尤其是我这一次自己特别喜欢 T-Rex Ultra 2的 51mm 大萤幕，在山上看路线、海拔、等高线，辨识度真的超好。尤其一边走一边累，一边还要确认方向的时候，萤幕够大，看得清楚，真的有差。这趟路又是下雨，又是火山碎石坡，所以防水、耐刮、耐撞这些东西就不再只是规格表上的文字而已。像 T-Rex 系列有军规认证，高阶款也有5级钛合金、蓝宝石玻璃这种比较硬核的配置。我觉得它真的比较像是为户外任务准备的手表，不只是要聪明，而是要够耐用、够清楚、够省电，也要在你真的需要的时候能派得上用场。另外，64G 内存这点也非常实用，像长时间爬山或是日常移动，都可以先把音乐放进手表，不用一直靠手机，也比较省手机电量。跟一般城市型智慧手表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真的能让你去户外闯荡的手表，必要时甚至可能是你的保命伙伴。首先，电量续航要够久。GPS 要撑完整趟，离线地图要能用，甚至是血氧功能，这些都是实用功能。如果你预算有限，也可以只看 T-Rex 3，价格不贵，现在只要6999，一样有军规认证，也有等高线地图、离线地图、轨迹导航和转向提醒。面对登山这种不稳定天气和地形，已经非常够用了。所以，如果你喜欢爬山、跑步、旅行、户外活动，又想找一只功能完整、续航够长、预算相对合理的户外表 ，T-Rex 系列真的是可以认真考虑看看啊！我跟火山走在一起。Oh my god！ 靠，这云海火山，富士山来的时候真的没看到，有点像富士山最后的下山之路，我们一路从海拔3600的基地营直下1000到登山口，沿路我们大家归心似箭，都用跑的下山，从高海拔的寒带植物一路走到云雾里的热带雨林。对啊，看一下现在多少？2000，最终回到登山口。哇，整片田都露出来了，本来来的时候都看不到。哇，抵达了，终于到马路了。耶 ，easy。Hello。Go go go。耶耶。Survive！ 按了，结束。运动已完成。哇，新的个人纪录，3979。我创造新的纪录了。回想这次的旅程，一切都源自于妹妹的一个心愿。她要跟去纽约参加她毕业典礼的哥哥，说出了她想要去瓜地马拉爬火山的愿望。然后就这样，我们一起出发了。妹妹的第一次百岳是去美国读高中前，我带她挑战嘉明湖，而如今她从美国毕业，我们又一起挑战了新的火山。有人说，这世界不应该只是存钱，回忆跟体验也是能产生复利的。而跟家人一起经历的冒险，绝对是我跟妹妹心中最值得珍藏的重要回忆。我是元汤，这是我在瓜地马拉火山的故事。那下一次元汤又要混哪里呢？